嚯，这么多药！你这女人，嘴上赶我走，实际上比谁都操心，准备的要比上次还多。这是怕我死在外边吗？说起来，好像还是第一次主动让我去寻药。你是来找小叶姐姐治病的吗？你是龙门村那个小男孩？对呀，对呀。你怎会认识我？可是小叶姐姐跟你提过。有人跟我说，你最怕扎针了，对吧？今日天寒，为何独自入谷呢？今日初一，小叶姐姐平日里都要去龙门村义诊的，但双红姐姐说今日谷中有重要的事情，来不了了。李爷爷要我活动活动筋骨，所以派我来送。重要的事情，果然有蹊跷。秋水掌门，我近日查看医书之时，在古方上有记载，这肝郁忧思之症，可用灸法调理，想着便再过来给您看看。没有，老夫先行谢过了。正巧这2日身体不适，可能是老毛病犯了。这是醍醐香，有静心安神之效，可调理身体上的不适。哦，风律，那边如何了？小陈已经带秋水夫人和墨儿去夏之园泡温泉了，我们会尽力拖住他们，为谷主争取时间的。你那边呢？谷主已经在秋之院了。霍七公子虽然走了，但秋水夫人还在，还是要小心，不能让她察觉。放心吧，万一出现什么变故，记得及时提醒谷主。好，走。你是何人？铁山派秋水鹤。你可知墨家村？师父，师父，这就是你让我出谷去寻药的原因吗？是又如何？可是因为魔家村灭村一事。方才我只是问他是否知晓墨家村，并未提及灭村一事。四哥在谷中的时候，曾误入过后山，觉得此事不简单，便查询了你的身世，并且告诉了我。我也曾看见那片碑里。抱歉，此事不该瞒着你。既然你已经知道真相，那我也实不相瞒。我在那人身上见到了一枚玉佩，那玉佩样式罕见，若是能找到那枚玉佩，说不定能有些线索。那有劳把它画下来。这枚玉佩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和霍展白身上佩戴的那一块一模一样。墨家村灭村一事，我查了很多年，与你腰间的那块玉佩息息相关，而与你有同一款玉佩的，就是你的师父。所以那日喝酒划拳，你是想从我口中得知这玉佩的来处？为探真相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以你的立场这么做的确无可厚非，但我相信我师父的为人，他绝对不可能滥杀无辜，更不可能做出灭村那般恶事。他的那枚玉佩早已丢失，
或许是有人捡到了，故意栽赃陷害呢。丢失一事，口说无凭，万一是他信口胡说，诓骗你呢？不可能，这当中定有什么误会。所以我才要用观心之术查出真相。薛谷主，你敢拦我？你要是敢插手此事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就算要问，也该当面问个清楚。你能给我1天时间吗？魔家村与你，就如同天山派与我，换做我是你，我也定会问个清楚。我又怎会拦你呢？但他毕竟是我师父，我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你对他使用观心术呢？再者说，如果真凶不是他，待会儿他醒来之后，只会发生冲突，局面只会更糟。你给我1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你与他师徒情深，不便插手此事。正是因为师徒情深，才更应该由我来问。让我来证明师父的清白，好吗？好，那便给你1日。但在查出结果之前，我会命人随时盯着秋水鹤，绝不让他离谷半步。师父。哎呀，怎么睡过去了？展白，你不是走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您身体虚乏，再加上提壶香的功效，所以便昏过去了。因您身体抱恙，我就命人把霍公子给追回来了。秋水夫人要照顾墨儿，以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还是身边有人照看为好。哦，展白的伤刚好，趁此机会在谷中好好静养一下。哎呀，你呀就是太心急了，没有好身体，怎么去取那难取之药啊？都听您的。哎。子夜，你给霍公子1天的时间，让他去问秋水鹤。霍公子是个懂得大是大非的人，既然他主动提出来要问，说明他并无偏袒之心，只是想查明真相。若当年的事真与秋水鹤有关，他亲自知晓，总比事后由他人告知的好。子夜，你把霍公子支开，是怕他为难，希望他能了解你的心思。有些事啊，该面对的时候就要面对，也许这就是命运。只是不知道秋水鹤如何回答呢？师父，
您这后背的旧伤还没好吗？啊，没事，老毛病了。我帮你揉揉吧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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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偶尔，这种阴湿天气的时候会酸痛一下，啊，没有大碍，没有大碍。要不是我当年贪玩，从悬崖上摔下去，也不会让您因为我受了这伤。都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了。哎，展北，这么晚来找我，你可有什么急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想跟师傅多待会儿。是啊，自从你去了顶剑阁，你我师徒二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师傅，其实这些年我行走江湖，一直谨遵您的教诲，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你是说顶剑阁的那些兄弟们？除了他们以外，还有华山派无极宗的师兄弟们，还有一名女子。哦，这个倒未曾听你说过嘛。是世月派的阿金掌门。阿金掌门？没错。木儿的药方里有一味药叫七叶明枝，是他们世月派的圣物，所以才和这个阿金掌门不打不相识。这个阿金掌门性子爽利，不输男子。若是有机会啊，我带阿金掌门跟您认识认识。不必了。为师与阿金掌门曾经有过一面之缘。啊，师傅也认识阿金掌门。当年世月派掌门继任大典，我随同南宫阁主、灵公主一同前往。那时候阿金掌门刚刚继任，正如你所言，他虽然很年轻，但是行事干净利落，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当时阿金掌门知道我拿走了他们教中的圣物，甚是恼怒，于是拿出了2杯毒酒，让我和薛谷主喝下。幸好那杯中物只是寻常毒物，并不是世月派的毒禅砂，也算是饶了我一命。待该日，为师一定登门拜访。谢谢阿金掌门手下留情，将七叶明枝赠与墨儿治病。说起阿金掌门，他继任那年，应该也是会家4年。正是会家4年，怎么了？魔家村一事，也是会家4年。那桩旧案，定剑阁可有什么眉目了？正如师傅所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无迹可寻。我记得师傅那枚玉佩也是回家4年丢的，可是丢在了世月派。谁同你说的？我玉佩是在回家4年丢失的。啊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回家6年，我给你师娘扫墓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就发现玉佩不见了，可能是丢在后山了吧。可后山那么大，怕是难以寻回。师傅会……你今天晚上怎么了？问东问西的，我看你不像是和我来叙旧的，像是在审问我。徒儿不敢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为师也累了。就回去睡吧。那师傅早点休息。
秋水掌门还未休息啊？哦，薛谷主。秋水掌门深夜在此，不知是为何？啊，掌门看起来似乎有什么心事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找掌门。您是江湖当中的名门正派，德高望重，明日可否替我做一个见证？作何见证？掌门可知，这药炉中的病人是谁？是谁？一位誓月派的看守。誓月派的看守，为何会在此处呢？霍公子之前恳请秋水掌门去查探魔家村一事，您可还记得？确有此事。难道魔家村一事与谷主有关？我也是正在调查此事。魔家村灭村之时，歹人便用了誓月派特有的毒禅砂，但是经我调查之后，发现这毒禅砂乃是别人当年从誓月派当中偷走的。我已经救下了当年看守誓月派药房的守卫，他曾与那个歹人交过手，若是他醒过来，便可以认清那人的真面目，也可以查清当年的真相。恳请秋水掌门明日替我做个见证，无论那个歹人是谁，我都要在天下人面前讨回公道。主持正义，老夫责无旁贷。哎呀，这可惜呀！我派中有异，事发紧急，明日一早，老夫便要启程。老夫有心无力呀。这么着急？是啊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便不好再留掌门了。那掌门此去多保重。薛谷主，告辞了。师兄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啊？师妹，你可知道这枚玉佩？这不是当年爹爹送给你的玉佩吗？你俩一人一枚，一模一样。没错。可我听师傅说，他的那枚玉佩丢了。你可知是何时何地丢的？说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会家4年。你确定是会家4年？你没记错吗？我不会记错，因为会家4年正是我及笄那年。那时候我求着爹爹让他把这枚玉佩送给我当及笄礼物，可是他却说这枚玉佩弄丢了。后来这件事便也不了了之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问起玉佩一事啊？没事，你早点休息。秋水掌门又要杀人灭口吗？这一切是你设的局。当年偷盗毒禅砂，屠杀魔家村，便是秋水掌门你吧？日月派看守只是试探，他并未看清你的脸。若不是你心里有鬼，怎会这么快就暴露了？薛谷主与魔家村一事，到底是何干系？
我便是当年魔家村灭村惨祸中唯一的幸存者。你是当年幸存之人。是。好，终究是逃不掉。终究逃不掉。秋水掌门的言下之意，便是承认了当年的罪行。当年之事，正是老夫所为。我也早已不想再受当年那时的折磨了。当年，老夫因为一念之差做了错事，杀害了魔家村那些无辜的生命。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回家4年，老夫带人前往魔家村，只为找个孩子。听闻这孩子体质独特，身怀奇功，可大大增益我派实力。没想过要伤害他们，没想到突然出了乱子。不是说过不许伤人吗？是谁擅自行动的？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干的。赶快收拾，不要惊动村民。是。掌门，我们这儿也没有。村长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！村长，啊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杀人？诸位且慢！诸位，我们中间或许有些误会，我们无意杀人。什么误会？人就是你们杀的！村长，你看，富国的尸体就在那儿呢。掌门，要不我们杀出去吧？不可，我们此行还有别的目的，不能一再伤人。走。不能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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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你们杀了人，现在还放火烧村子，他们这是要把咱们往绝路上逼！他们竟然是雪莲花！你们是天山派的人！素闻天山派是名门正派，为何要在我们这小小的村里边随意杀人呢？我们一定要到鼎剑阁讨个公道！对，讨个公道！掌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事情传出去，咱们天山派可就无法在江湖上立足了呀！随随便便杀人，这还得了？有没有王法？枉为名门正派！对，村长，村长，先走吧。原本盗取毒禅砂，只是以备不时之需。但那一刻，为了保全天山派，老夫只能下令用毒禅砂灭口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终究铸成了那件大错。就算当日如你所说，但杀人也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你终究还是看重你虚无的江湖名声，所以才会做那样的决定。魔家村127条无辜的生命，他们与世无争，
本该过着安居乐业、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却是因为你的一己之私，惨遭灭村。薛国主先前为老夫打过脉，想必早已看出我有事郁结于心。这么些年来，我没有一刻不为当年的决定而后悔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患上了这血瘀之症。任你如何自责忏悔，又有何用？那些无辜的性命，终究是已经死了。老夫知道，于事无补。今日见到薛国主，揭开陈年旧事，也许是上天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老夫只愿能偿还当年的罪孽。薛国主，老夫对你诚心忏悔，绝不逃避。你无需向我忏悔，我要你跪在127个魔家村乡亲的灵前忏悔，跟他们道歉。好。我还要你当众自陈罪行，公开悔过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老夫罪有应得，但凭薛国主处置。但若要老夫当着天下人谢罪，那是要毁掉天山派的名声，老夫绝不同意。还望薛国主不要牵连天山派。到底是天山派的名声，还是你秋水鹤自己的名声？薛国主，如何告罪，岂是由你说了算？薛国主，老夫自知罪孽深重，这条命拿去，但求薛国主保全天山派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死了，一了百了。但是魔家村127个冤魂，依旧沉寂，不得昭雪。我不会杀了你，我要你当众认罪。这么说，你是非要老夫公开认罪？别无他选。这都是你逼我的，老夫也只能再做一回。战备，师父，别再做下去了。他没伤到你吧？没事，你呢？我也没事。
师父！报应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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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他呼吸暂闭，但气满，还尚有一丝生气，并未真的气绝。抬他入宫。他的命保住了。谢谢。嘘。
师兄，听说爹爹昏倒了，是不是血瘀症又犯了？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不可能！师兄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爹爹他是什么样的为人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刚开始也不相信，直到我亲耳听到了师父认罪，又亲眼目睹了师父对血谷主下狠手，我才不得不信。师妹，此事我会向顶剑阁禀报。不行，师兄，你也知道，爹爹他这次回去就要退隐江湖了。如果让顶剑阁知道此事，爹爹一生的侠名可就尽毁了。如此这般，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啊！可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并非当年魔家村的受害者，我无权替那些死去的人，替血谷主做决定。那我去求血谷主开恩。千万别去，师妹，千万别去。血谷主同意救回师父，已经是极大的宽恕了，别再为难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雪环，我终于拨开了当年的迷雾了。这壶酒已为故人。被默写人间卷土长夜，此去经年，念君如明月，遥望忽远无眠。谁把相思铭中签？不求君知心悦，混尘缘明灭，梦里烟花现，执手一程一了夙愿，执手一程一了夙愿。霍七公子，谷主让我给你送一坛笑红尘。宁伯伯，霍公子，啊，子夜他不在这儿。我是专程来找您的。找我？宁伯伯幽居此处，却一向耳目通明。想来这几日谷里发生的事情，您早就知道了吧？长辈之过，真是难为公子了。血谷主并未让我插手此事，又何来为难呢？既你知道了真相，以公子的性情，定会难过的。因此，子夜多次找我商议，苦心地将你支开。血谷主的确为我考虑良多。那是因为他跟你一样，
如果这事儿换作是霍公子的话，定会像他一样考虑。只可惜，我不能与他异地而处，更无法分担他半分痛苦。公子不必自责。他虽对我说，过去的事一笔勾销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他是念在我和他之间的朋友之意，怕我心中有负担。可在他心中，定是苦楚万分。亲手救下仇人，任谁都躲不过心中的煎熬。我只是希望他别把一切憋在自己的心里头，独自难受。公子既然清楚，何不当面劝慰，而要找老身呢？晚辈毕竟是他灭村仇人的徒儿，多有不便，所以此番前来，想邀请婆婆帮忙走一趟，宽慰一下薛谷主。难得公子有心，子夜的事，老身责无旁贷。那就先谢过婆婆了。已是深夜，婆婆怎么还过来了？这些天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来看看你。我没事，放心吧，婆婆。子夜，你18岁，执掌了药师谷，于世人眼里，你是治病救人的神医。遇事沉稳的谷主，婆婆知道，那是因为你从小所经历的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。但是子夜，你有婆婆呀，你可以跟婆婆说呀，不要任何事情都放在心里，自己咬牙扛着。你是在为救秋水鹤的事伤神，觉得愧对了魔家村逝去的乡亲。好孩子，婆婆明白，你能定下心来去救秋水鹤，足以说明你谨记了廖谷主医者仁心的教诲。你首先是个医者，其次才是薛子夜。你的善心，乡亲们在天之灵定能理解的。谢谢婆婆。这世上有许多事情都是在一念之间，善恶，相信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只是看自己如何选择。其实我今晚来呢，是受霍公子之托。他知道啊，你心里有些话不方便向他倾诉。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难得你们两个都能为彼此着想。薛谷主，秋水夫人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薛谷主，你先起来，有什么话起来再说。这衣柜您务必得收下。我爹爹之前犯下了那样的大错，伤你至深，
您却还心怀高义，救了他的性命。爹爹他身负于你，却又蒙你大恩，我身为女儿，理应为他赎罪，替他报恩。你先起来，快起来。秋水夫人不必道歉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能子代父偿。秋水掌门已无大碍，好好照看。看来薛谷主还是无法原谅父亲。是我们欠他的。霍公子，夏公子和周公子都到了，他们往东之馆去了。谁也想不到，秋水掌门素来侠义，德高望重，暗中却做出如此恶行。还好，命是保住了。七哥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虽然是秋水掌门一念之差，可魔家村这100多号性命也回不来了。老八，你要不会劝还少说2句啊。老七，你信里说秋水掌门不愿意公开认罪，我们把他带回去，一切由阁主定夺吧。在我弥留之际，我知道是薛谷主出手救了我的命。为师一身罪孽，不配受此大恩，都怪我太过痴迷不悟。我有愧于薛谷主。战白，你去对薛谷主说，我愿意公开对墨家村所犯下的罪行，向天下人谢罪。顶剑阁的人已来了。好，但在顶剑阁的人带我走之前，为师还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是我对不住你们，我犯下的罪，百死难赎。我愿意前去顶剑阁，接受我应有的惩罚，将我的罪行公之于众，受天下人的指责吐骂。只愿你们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。
师父，秋水掌门，我们先去备马。展白，不知你还记不记得，在你9岁那年，曾经说过，未来要当一名大侠。为师当时问你，知不知道何为大侠？徒儿怎会不记得？当年徒儿年幼无知，师父却悉心解惑。侠之大者，行侠仗义，为的就是一个公正。为师因为一时贪念，犯下了滔天罪孽，已经是不可饶恕。又因要掩盖恶行，再生害人之心，因而有薛谷主和你，才止住了我的歹念。展白，我知你重情重义，切勿因此而自责。师父不会怪罪你，反而庆幸你下定决心将为师交给顶剑阁。你记住，日后无论到何时，都要以侠义为重。徒儿谨记在心。只怕为师要食言了，以后的药只能留你一人去寻了。就送到这儿吧。老七，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秋水掌门的。等到了顶剑阁，我再传信给你。拜托了。小陈，这马这么爱吃咱们这儿的草，小陈一会儿给它多备点。你看它的毛又黑又亮。谷主，谷主，如何了？马上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谷主，这马可是您几年前花了大价钱买来的，就这么给了霍七公子，多少有点可惜了。就是谷主，这马可通人性了，是一匹好马。如此良驹，若是圈养在尺寸之地，那才是真正的可惜。我平日很少出谷，倒不如将它托付给一个好主人。也对，况且这匹马它识得药师谷的路，若霍公子真受了什么伤，这匹马也定能将它带回谷中。差不多了，赶紧送它出谷吧。是。对了，若是霍七公子问起来，便说这马儿是病人所赠。为何啊？是啊，为何啊，谷主？哪有那么多为何？就你话多，赶紧过来干活。
苦闷之时喝酒最为伤身。喝碗姜汤，暖暖身子。谢谢。世间的事，并非只有是非、善恶，还有一个情字。他毕竟是你师父。该是我谢你才是。谷主，霍公子，霍公子，之前有位病人诊金不足，便留这匹马儿相抵。谷主说你去青岭取雪银子路途遥远，霍公子便骑它去吧。这分明是西域大渊的名马，重金难买，什么人舍得将这匹马留下来抵债呢？自然是脸皮薄的人，不像某些人欠了这么长时间的债都不想着还。我这不是一有空就去收姑院干活抵债了吗？你那些劳作，与利息相抵都不够。据说此马能日行千里，还能与主人的心意相通。若是能助你躲过一些凶险，也省得我费神医你，更省得你旧债未平又添新债。多谢。说了是别人拿来抵债的。风律，这些是给孟大哥他们一家的药材，还有这个平安锁，给楚儿的孩子拿去。如此贵重，那就先替楚儿谢过薛谷主了。啰嗦，天不早了还不走？